大家好啊！最近2天，多位明星亲自下场啊，亲自开团，整烂活，宣传一个呼吁大家尽量从少吃肉到不吃肉的纪录片。这个事儿看的人多，谈论的少啊，我们就来讲一讲。那开始我看到这个热搜啊，我只是觉得他们或许只是想宣传下素食主义，这个理念在欧美国家比较常见啊，在我们国内不常见。但是当我自己看了这个纪录片后啊，我就觉得这个视频离了大谱了，我的祖安之魂又被唤醒了。这个纪录片都不是夹带私货了，里面的各种词啊，就差说高等生物吃素，低等生物才吃肉了。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次他们在搞这种邪门理念的传播上啊，确实啊有点小进步。就连我看这个纪录片的过程中，都会有某一瞬间觉得自己吃肉挺罪恶的啊。那我就带大家解析一下，分析一下他们到底想干啥啊？后面也会说一下为什么这个事件引起的争议这么大啊。首先，这个纪录片一开始放了一堆极端天气的镜头啊，放了几句人类没有未来了啊、碳中和概念等几个不知所云的词儿啊，然后他们分别请了资本界的代表、明星界的代表、医学界的代表、学界的代表，以半采访的形式让他们说他们作为素食者的体验啊。首先是资本界的代表啊，是中信资本的一位高管老哥啊。老哥开始他的立论环节啊，大概意思就是他身体很好啊，曾经和家人去南极的联合冰川跑马拉松都无压力啊，7天曾经跑过7个大洲，他能完成这些得益于吃素的习惯啊。这里顺便说一下，去南极玩啊，纯盖板的旅行，一个人也得10万啊，就算单人预算加到40-50万，其实体验也没有非常好啊。我意思是说啊，去南极预算理论上是没有上限的啊，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他后面的话啊，就是说长跑厉害的人很多都吃素。然后就是2位著名女星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啊，比如一个著名的香港明星说啊，自己从小的理想生活是拥有一只狗和一棵果树。看到这里我心里平衡了点啊，你说人家都这么成功了，名气这么大了，这么简单的一个人生梦想到现在都还没实现啊。实事求是的讲，这个视频到这里还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接下来出现了一个医疗专家啊，是个来自于台湾的老先生，他的介绍是心脏内科专家、台湾慈济医疗执行长，来宣传不吃肉。这时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因为专业医生绝对不会去大范围宣传不吃肉的理念的，医生只会根据每个具体病人的不同情况来给出建议。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区别在哪里啊？我们为什么需要动物蛋白、氨基酸？这些问题对医生绝对是常识啊。可是视频里这个医生是很笼统的说吃肉不好，当他讲到说吃肉让人得抑郁症，吃肉让人得脂肪肝时，我就彻底怀疑他医生的身份了。我真怕他说他推广素食，其实也是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等等，马萨卡，难道说您不是医学界的代表哦？您也是演艺界的代表哦？您演的是神医？怪我没认出来。那这里说一下，虽然我不是学医的，但我也知道纯素食者在抑郁量表上的得分明显高于杂食者啊，具体的原因虽然没研究出来，但这基本是医学生都知道的研究啊。另外说起脂肪肝啊，吃纯素反而是会吃出脂肪肝的，你的甘油三酯水平会升得更高。对于学医的人来说，这个知识点也是不难的知识点。那也希望了解这方面的人告诉大家一下啊，台湾慈济医疗执行长到底是个什么名头。在从医学角度宣传的时候啊，这个纪录片还引出了另一个国外纪录片 What You Eat Matters 里面的一些内容。那实际这个外国纪录片里面讲的东西也比较离谱啊，最后得出了一个吃素治疗癌症的结论。紧接着我们国内这个纪录片啊，又引用了国外的一个吃素的大力士的言论，说别人问这个大力士啊，你不吃肉为什么壮得像头牛？大力士回答说，你见过牛吃肉吗？这个时候啊，这个节目已经彻底拉了。我看出来了，文案组到这里已经开始摆烂了。我觉得你还不如用皮卡丘举例呢。皮卡丘也不吃肉，直接充电，能量转化效率更高。正准备继续当搞笑片看，结果他们竟然话锋一转，开始聊碳中和了。开始放全球变暖的新闻，以及什么你吃一块牛肉相当于汽车跑60公里啊，还放个 PPT 写上发达国家喂牲畜的饲料很多来自于砍伐热带雨林所种植的谷物啊，连人类文明竞争等于集体自杀这种词儿都出来了。然后就又是拍摄明星的生活啊，讲他们的环保理念。明星也说很多肉食我们都是可以找高质量的素食来替代的
坦白讲，在这一点上挺多网友还挺难反驳他们的，因为确实比如女明星在视频里举例的牛油果，脂肪含量也是很高的，有时候替代一下肉是可以。但是呢，我们国内这个现状是，我们还有孩子一天3餐吃洋芋呢，还没过渡到能偶尔吃到肉的阶段，更不用说去买10几元一个的牛油果。当然你要是跑明星们买菜的三元里菜市场肯定更贵一串葡萄都1000多是吧？然而当明星们占据这样一个道德制高点的时候，确实也会让爱吃肉的人心里不是那么滋味尤其节目里明确的用到了戒吃肉这种概念讲到10个人可以辐射到100个人，100个人可以辐射到1000个人，你觉得好像你不控制下吃肉量，道义上都说不过去收入低，道德水平都拉不上去一样看得我觉得戒色吧的振兴都有希望了。那大家看我接下来怎么拆穿他们的吃肉不环保论这里我想说的是你环保与否主要跟你个人的行为相关，也就是相比吃什么，你怎么吃怎么生活才是更重要的。他们一般有道德优越感的主要是靠这么2点一，因为家畜要吃很多粮食，你吃太多肉是消耗资源的，因为这个转化效率低。2，家畜产生温室气体多。但是有一个隐藏的逻辑就是他们会说粮食等于植物，而蔬菜水果又是植物，所以我吃蔬菜多，所以我环保。但真的是这样吗？吃到高质量的进口蔬菜，你产生的碳排放也不见得低。智利的车厘子、新西兰的奇异果、泰国的山竹、巴西的牛油果运到国内来，有没有碳排放？为了让人能吃到其他国家的极致新鲜的水果，得需要气条集装箱、气条保鲜库，全天7×24小时监控货物。为了保持质地、色泽、口感，集装箱里的湿度、温度、二氧化碳含量要控制的极其精准，这些不产生碳排放。包括买回家后的保存跟四川广东的孩子吃点完全不耗电保存的自家的风干腊肉比，吃进口水果的碳排放真的就低吗？可是你计算的时候，你只算几个小番茄生长的过程的数据来比，这是不是就是耍流氓了？而且商家们为了让水果看起来很高级往往要给水果配极其高级的包装，这个有没有碳排放？以及一些配送平台几个小番茄也给你单独配个大塑料盒一点点生菜也给你配个大塑料盒，这就环保了。你吃几根德国运来的酸黄瓜就产生一个大玻璃瓶，这就环保了。再比如中信的那位素食老哥，为啥你不去劝劝你的客户们别喝酒呢？茅台5到10斤粮食酿1斤，每年4、5千万个茅台酒瓶，环保不环保？咱也不知道围起来能绕地球几圈，没准不书香飘飘。实际呢，我刚说这些的意思是，素食主义者真的想环保的话，最环保的方式应该是他们天天只吃大米，对吧？另外拿前面的牛油果来说，为什么这东西贵呢？因为这个东西消耗的水非常多。我查资料后发现，牛油果树的生长周期从5到13年的时间不等，生产1公斤需要2000升水，是其他水果的很多倍。牛油果种植过度跟巴西森林砍伐的相关性也很高。那明星在这个节目里说牛油果刺身太好吃了，那我刚说的这些信息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当然了，动物保护肯定也是这个纪录片要提的。比如中信老哥在节目里说他很难接受大规模的养鸡场这一点我特别的认可他，我觉得他的这个意识特别好，也说明他想承担他所在的位置的社会责任。那么我也建议他的这个倡议可以找机会去麦当劳董事会上也说一说，毕竟他们入股麦当劳的时候他还接受过采访呢。那他优先在节目上说一说我觉得应该是他可能忘了，他也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发起倡议，我这里好心提醒他一下。当然我前面也说整个节目里还有个学界代表他是开启你的高维智慧的作者，他告诉我们，我们想进入更高维度的生命，需要我们的整个能量场是一种相对清明的状态。那隐藏的逻辑就是吃素你就清明了。他还说，对于年轻人来说，一出生就带着高维能量的比例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以我目前的学识还很难去评价我们只能从他过去的发言中窥探他的思想。这位老师叫刘峰老师原本是北大教授，但是北大后来竟然没承认现在是一个自由的学者也会讲量子治疗、远程接骨之类的课程，大家可以多多注意他的言论。在这个纪录片的最后，节目还重点推荐了人造肉公司，我就又笑了，因为很巧我刚好应该也是至少在 B 站，也可能是全网最早深扒人造肉底裤的 UP 主。节目里提到的农业界的特斯拉 Beyond Meat 这个公司
在他们去年还没进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已经通过很多线索把他们的离谱工艺扒了个彻底了啊！这会儿也希望大家给我打一波保护2个字，因为拍摄这个纪录片的公司是一家3万元注册资本的小公司，但却掀起了这么大的能量，请到了这么多厉害的明星，掀起这么大的波澜，还是很可以的。我这里也再说明一下，其实我觉得针对具体的场景宣传人造肉食品也没什么不妥。比如我自己也吃人造肉产品，假设你说这个东西值得体验一下，尝尝鲜，或者说减肥的人不妨一试，我觉得都挺好，毕竟这是科技带给我们的更多选择。但是如果一节目说人是有主动权的，这是我觉得生而为人最高贵也是最卓越的地方，用这种方式去宣传戒肉食的理念，不分群体的宣传，告诉大家真正的自由来自于自律，而不是来自于放纵自己，我觉得是不负责任。或者说节目中的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戒肉后身体变得多么多么好，那这里就问一个问题，你们会鼓励你自己的孩子和你们亲戚家的小孩只吃素吗？真想做公益，还不如去监督我们校园食品安全的问题。退一万步讲，如果未来有个更客观的宣传素食的节目出来，我希望制作者还是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我们看中国统计年鉴2021，我们国内最低的 20% 低收入人群人均月收入是655.73元，今年上半年全国恩格尔系数是 30.8%， 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低收入人群是按这个恩格尔系数走的话，人均每顿饭才只有2.1块的预算，如果系数高一些，人均每顿也就是4块多的预算，这就是真实的数据。我自己这么一算，其实都挺心酸的，可能一天3顿洋芋的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还是多一些。希望有一天我们国家人人都能吃上肉，希望我们的回忆里不再有吃不上肉的日子。我是大蜡烛，谈论这个话题的人不多，如果你觉得这个观点值得被分享的话，请大家积极分享，或者是简单的动下手指给我一个赞。我们下期再见。